13个击败，他将能够完成自己职业生涯的1000杀成就。今天有机会的，因为现在战边版本嘛。但如果上冉翔给他玩一些野核的话，可能就比较难了。到时候渲染就要玩坦边了。对，金宇作为目前济南 RW 侠我认为的一个节奏核心，他和梦溪2个人在比赛里面的协同性会影响到 RW 侠今天的比赛进展。但梦溪这个点在和大帅的交手过程当中就只赢过1次，是在北京微博赢的。对，那时是在北京微博的主场。他们一共有过8次的交手。让我们一起期待一下双方这场 BO5 的第一局的 BP。在蓝色方的是成都一昌会，红色方是济南 RW 侠。目前济南 RW 侠的积分情况非常堪忧，他们在本赛季目前已经是连败了。如果这场比赛再输掉的话 ，RW 侠他们可能面对到的就是要直接去 B 组的风险了。而 AG 现在是处于一个2连胜，如果赢下来的话，就拿到第3个大场积分。AG 一上来的班位。搬元辅 B 班鲁大，然后再搬一个关羽，想要 B 班一个盾山。那现在 RW 侠没有搬盾山，没搬盾山的话，看 AG 这边是先拿敖影还是先拿盾山？先拿 AG 先拿盾山。AG 拿盾山的话呢 ，RW 这边可以回他一手的就是梦溪的苏烈。是，看苏烈还是钟馗？选钟馗配小乔，选苏烈配戈亚。还是选择了苏烈。钟馗在梦溪的手中，今年上半年总共就出场了1次，并没有能够赢下来。而苏烈的话，则是胜率达到了60%。这样子配的话 ，AG 艾琳肯定是直接出的，然后就看3楼位置，3楼位置是不是掏出一个武则天来？火舞，是火舞，这就是长生。换成别的队的话，他很多时候这个位置是放一个武则天的。今年他的不知火舞依旧保持了高胜率，达到了60%。黄铁一上来就是盾爱打苏烈戈亚，下半图的看度拉满，看点拉满的。而且在对抗路上面，龟息这个点还拿了一个可以优势对线的英雄狂铁。选狂铁的话呢，接下来给渲染选择，要么就是曹操夏洛特，夏洛特被ban掉了。还有一手吕布，吕布打狂铁苏烈的阵容也很好配，然后给冉翔拿一手野核。在这个赛季，渲染给我们展现过那把吕布，吕布也没了。之前渲染的吕布的英雄池还说能藏一藏啊，但是这个赛季那把打完了之后啊，就藏不住了。看 AG 第4个班位，先搬个大司命，再搬个镜，把对抗强的打野给搬了。那外面还有一个绝肉精，但我感觉赵云会更好用，可以把赵云搬掉。绝肉精可以放。RW 最后一班夏侯惇。对，夏侯惇加不知后加盾山的前期对抗强度太高了 ，RW 还是要尽可能的去削弱一下 AG 的这套阵容的中野辅。AG 这个阵容现在有弹性啊，因为他的中路出了一个火舞之后，会让他在打野和对抗路的配置上有变化，可能会变成那种跟火舞一起进去切对面的一套阵容。他如果像通常来选这边是个武则天的话，他的阵容基本上是定死成一个围着艾琳打的一个阵容，就是武则天也是站在艾琳旁边双 C 互保的这个画面。但多了这个火舞去做中轴，相当于他的阵容弹性就变大了。对 ，AG 也搬掉了哪吒。他这个阵容，一方面是 RW 是很有可能把这个哪吒给抢掉的，用来冲他的盾爱。RW 他没有搬哪吒，因为他自己的这个阵容其实戈亚也是怕哪吒的，所以 AG 估计也猜到了这一点。RW 第4个选位是拿到了安琪拉，拿安琪拉，然后把打野藏在后面。我会做你白起盾山，大苏烈。震惊长安第一拳，裴擒虎这是想让 RW 侠出绝肉精。只要 RW 侠出了绝肉精之后，他这套阵容就切不到艾琳。对，不好切艾琳了，但是可以打中野辅节奏。但是他出裴擒虎的话 ，RW 不好出赵云。是的，
如果选了赵云的话，反而是盾爱不好受，但他如果出橘右京的话，盾爱就会好打很多。这其实就是想通过老虎的这一手选项，让 RW 侠在做阵容的时候会缺少某一方面的特性，就看他的取舍了，到底是让金鱼好去切盾爱，还是让他去好打老虎？最终还是选择团战，追求团战，团战比较好切艾琳。选了赵云，那就看 RW 怎么帮赵云的野区提速了。从线上强度上来讲的话，刚刚我们就已经聊过了嘛。其实狂铁在上路肯定是舒服的，但是这个版本包括在上个赛季，像青青啊他们都是比较喜欢拿白起去跟狂铁打对线的。白起打狂铁，就是狂铁拿白起也没办法。对，你看他把线清了，你也没辙。是，但白起碰上狂铁吧，也无奈，就两个人就干瞪眼。哎，这个我看你，你看我，我认为能够跟狂铁在线上打成这个画面的，你就已经成功了。而狂铁在当前版本打大部分的站边，对吧？是那些战士就只能看着狂铁压你线。但有个不同的地方，就是在于对抗起来的时候，白起其实就那一下，对，就是我大出去那一下，控到队友接上 combo，能秒就秒，秒不了，那我后续也没啥用了。但狂铁他能一直打。你看上一局比赛，无言那个狂铁就是这样的，在龙坑里面一个人拦住多人，然后把人赶走之后，龙团的时候他还能继续拦。对，就他能一直在那儿地方用大招给你不断的挂减速吸盾，这种就是短平快类型的英雄，技能 CD 太短了，释放频率又快，所以团战的时候，但凡第一下秒不掉，可以打很多套。对 AG 这个阵容，他在考虑的点。前期的话，首先长生这个不知火舞，因为不知火舞这个英雄到了后面的话是比较乏力的，所以肯定前期需要把视野和目光聚焦在他身上。他和大帅两个人，大帅前期帮一诺过一波线，然后在下路看看能否帮他稳住前期的发育路的资源空损。拿完了之后，大帅跟长生可以尝试一波，看看打中野辅能不能找到机会。然后 RW 这边也是一样的，只是 RW 他在前期，我不建议梦溪在下路帮小鱼前期跟盾爱去做对抗。我觉得多往上打是好一点，他可以去上路帮忙去压制一下，或者说帮狂铁做绝对优势，然后上路站住空间之灵，这样能够确保自己在上路能够拿到东西嘛。是的，因为能够传下来。你往上一下，你会发现又有狂铁又有苏烈，这个坦度真的太高了。AG 在上路如果想跟 RW 侠在前期碰撞的话，都是会吃亏的，除非第一时间人多于对方，然后火舞这里开个好先手。不是火舞这局比赛也可以以骚扰为主，他选出来在后置位又配的老虎，这种就是想要等对面出个像赵云这样的英雄，可以好好的在前期欺负一下。欺负一下赵云，因为不知火和裴擒虎，如果赵云遇到了的话，他基本上是很难打的。他们两个人的战斗力太强了，但是你从阵容的整体性上来看的话 ，AG 这套阵容其实是需要时间的。白起也好，艾琳也好，都是一样的。但赵云第一波出野区之后，带着狂铁、安琪拉、苏烈，其实对很厉害。他这个阵容的中辅边的强度是要高于 AG 的前中期，先手也很厉害。所以 RW 在前期要把阵容的优势发挥出来。那 AG 在这个赛季展现出来的数据啊，战队数据啊，给大家可以报一下：一血胜率80%，非一血胜率67%。但 RW 他们在目前这个赛季展现出来的胜率是一血胜率只有33%，非一血胜率只有20%，意味着他们在优势的情况之下，其实没有那么稳。比如我们看到这个赛季蛮多队伍这样，比如说像之前的 RNG 在上一场比赛打北京微博的时候也是这个情况，我们似乎总能够看到 RNG 的赢面，但是 RNG 最终都是会被对手翻。这一定程度上呢是赛季初期大家都会有转会期，然后进行的磨合，然后包括选手们通过一个休赛期之后转过来会有一个假期综合症，但是现在已经到第2周了，第2周就剩下今天的这一场比赛和明天最后一个比赛日，第2周结束了，而一阶段的比赛总共就只有3周，所以这个时候如果再调不好的话，那真的就很艰难了。让我们一起进入到双方的第一局，蓝色方主场作战的成都商会，红色方客队济南二大侠，我是九亭子，我是解若黄超，比赛开始，全军出击！天地左行，天光护心，
老虎和不知火舞很快的就把中线过完了。然后知道赵云过来也清了中线，所以火舞直接去帮老虎踢野区速率，这样的话会比赵云先出野区。然后梦溪也没有跟小鱼在下路对抗的特别凶，上路赤甲长生也帮轩然保住了。但是这波梦溪已经靠过来了，带着晚墨，护着晚墨是到上路帮助归期抢这个空间之灵。而下路目前这个局面看下来的话，小鱼暂时是要一个人玩一会儿了。因为 AG 这个阵容还是会让大帅的盾山多去看一看一诺的。第一视角给到了冉翔，这也是他夏季赛的首次登场，以首发的形式登场。看看他今天会给我们带来哪些英雄的展现。第一把是裴擒虎，大家都会去预测冉翔今天的登场可能会以野合居多。第一把果不其然。这中路下走中，然后上路线是吃不了了。然后老虎看看给了个往下假视野，然后往自己的蓝区扑了。这波归期的狂铁正在往这边靠，是的，撞了个正着，那就没有后续了。守自己家野区刷新点，一出来就刷掉。再反一个。下半图的资源，小鱼会丢很多，这样的话，一诺的发育会比他快。一城兼修。AG 的阵容，双边要拖一拖发育的时间，打中期。晚墨又帮归期控一个，已经2个空间之灵了。RW 的上中野要抱在一起。3分30秒的时候还会再有一个空间之灵。火舞在阿达布峡的红贝已经蹲很久了。晚墨也知道自己去下路其实帮不了太多东西，那不如在上半图稳定的帮归期做优，做优之后，只要下路 AG 敢压小鱼，他们就立刻传过来，尤其是狂铁传过来 ，AG 是绝对不敢再压的。而且帮狂铁快速拿完线之后，狂铁可以守一下自家红区的小野，对，会防止老虎和火舞进来偷山豪。而且现在他们的逻辑是苏烈帮忙下路做协防，然后帮金羽提蓝区半图的速率。而晚墨帮归期控上半图的资源，然后接着帮金羽提红半区的速度。其实这个前期阿达布峡做的还是不错的。看赵云和老虎的经济就可以看出来了，经济咬的是非常紧的。顶过来，但现在到目前为止没有摩擦，没有爆发什么大规模团战。AG 的阵容即将等到渲染8级。3个空间之灵，阿达布峡全吃。4分钟龙刷新了。正常情况上来讲的话，裴擒虎会放掉这波龙的争夺。老虎是不打的。火舞应该会丢一扇子看看。赵云一个趁机把龙给拿掉了。然后老虎的话，依旧是从蓝区刷下来，确保野怪一刷新的时候能够立马打掉。对，但金羽也很快啊，这么龙打完了之后，回头队友已经帮他在开蓝了。而下路想强开一波艾琳，被盾山一个拆火，然后挡掉了，再给个大招。这波苏烈没闪以后，2分钟之内 AG 的下波节奏就会围绕这个苏烈去打了，他会想着去开一波这没闪苏烈，起码打出一个被动来。这样梦溪走河道就得小心。本局比赛只有23个人看好了 AG， 只有4个人看好了济南2W侠。然后在刚才渲染来中左那一下，一个1技能还抢了一个山豪。但2W侠的团队经济不差的，因为他空间之灵拿得多。转一波节奏，对着换节奏。下路就没让小鱼继续去对盾艾了，转到了上半图拿了个红 buff， 推掉了对抗路的一塔，而下路的话是一诺的艾琳拔掉了 RW 的下一塔。金野巨猫不之后被打残了，盾山给大招。RW 已经知道自己的这套阵容的强度，需要找机会去跟 AG 打团，想趁着艾琳末世还没做出来之前多打几波。
苏烈这波没闪，能断一波线。这波让老虎火舞溜进野区反东西了。这时候赵云再回头，看到了裴擒虎，不知火舞在下路漏了，结果再往这边靠，直接扎给一波二技能，这个蓝 buff 换掉了，因为赵云之前反了老虎的一个蓝，对，现在老虎又把这个蓝从赵云的野区拿回来了。现在金羽一个人在分带的时候要小心，因为选择了这个不知火舞加上裴擒虎就是过去抓他。对 ，RW 这个阵容也就他能带。老虎和火舞继续去野区偷，又偷小资源，因为正面现在打不过。对，阿德布侠正面直接爆50去打这个红区。但 RW 这样反的话，其实不赚啊。他只是拿掉了 AG 的野区的资源，但自己的野区的资源还是被冉翔跟长生拿走了。所以经济差拉不开。对。端塔开修，白起赶到，苏烈绕好了，大招拍一下，再给一个强迫二技能顶回来，但是安琪拉大招并没有能够在这个时候给。看赵云，赵云找机会一技能接个强补，小鱼拿下了一血，带走了一诺，盾山也走不了。是苏烈再拍一下，苏烈的被动都还在，又将大帅给击杀，AG 还是没有把这个站毙掉。还是被 RW 打到了，被包了那种位置。到了中期外塔，如果人少的话，还是很难守的。因为 RW 这个阵容，他没有说在上半图恋战，他是跟着 AG 的野区刷新时间轴在走，就是你蓝区刷新的时候我打上，你红区刷新的时候打下。看这波梦溪的苏烈，然后这波。盾山钻了塔，白起顶正面，大招也被逼了。这种时候就没有人可以再帮艾琳拆火了。对，然后艾琳这里状态被下掉之后，赵云刚好赶了过来。但是我感觉这波长生和冉翔的这个画面应该是通知了 AG 下面的3个人，这波塔可以放了。是，但是第一时间没退掉。大帅钻塔了，然后白起也顶上去了嘛，然后艾琳就在后面孤零零的，很难受。然后白起交了大招撤退，他交了大闪跑的。RW 选择反红，这波红反完，老虎想再去换就换不了了，因为 RW 侠第一时间回缩，往中靠，赵云带着戈亚往自己的红区走，这样赵云和戈亚可以拿双红。RW 侠这时候一定要稳住节奏啊！这把还是非常有机会的。龙再控一条。冉翔经济高，但是金羽也并不差。他俩其实经济一直都没差的。对，肩并肩在走。金羽这把赵云还是偏肉的，一个黄盾加上一个冰霜冲击。你可以理解他为目前是红刀纯肉，就之前小胖那种服装。是的，输出是有一点的，然后还能补个控制。转上推，然后安琪拉二技能命中，盾山大闪，二技能退回来。但是苏烈这波被打出了被动，队友过来，赵云一个大招直接扎到了裴擒虎，裴擒虎跳走，白起也残血逃生。这波上路阿达布侠一个主动的出击，但技能交的有点散，combo 没接起来，所以没造击杀。但他把人全部打残了，打退了。现在转中的话，兵线依旧能压出去，所以说对于 RW 来说，只是少了击杀，节奏没有任何影响。是，又来了，再进红区，持续的进攻。盾山背一下，狂铁一技能回一波能量，苏烈续个大过来掩护一波。但这个红 buff 被裴擒虎给保住了 ，AG 有点想留人，是，但是让阿达布侠退出去了。10分钟，暗影暴君一刷 ，AG 直接开始给压力。阿达布侠在等人，等戈亚过来。戈亚来了，但这波戈亚身上没红啊。赵云先扎，先动手打一波，盾山退回来，戈亚黑沙爆弹已经放完了。狂铁上去要吃波集火，白起这个位置没扛住啊！现在人群里面被RW侠人给集火掉了，不之后一技能一闪踢上去，但自己的血量很残，也瞬间被融化。这波长生可以不用踢的，他可以退了。对，因为他踢上去之后没有人可以接。这波原本是 AG 想要利用这条龙逼迫着 RW， 尤其是小鱼这个点不用，就是不让他回去拿这个红，
因为如果你让戈亚拿到这个红之后，龙团你就更打不了了。对，而小雨也很清楚这波团是必须要打的，所以他红也不拿了，直接过来打这第一波。对，然后金羽扎的非常不错，第一下就直接扎到艾琳，把艾琳和杜珊都往后逼了一下，然后黄铁是找机会敲了一下老虎，这导致后面白起这个点不得不去打个拆火，跳到人堆里面控了一下。但是其他人是跟不上的，所以白起一个人进去之后就等于是被卖掉了，他只能卖自己保全队友嘛。然后火舞那一下进场，就像我们聊的那一下，其实就没有什么必要了。赵云扎，但经济差没有拉得很大哦，只有3000块。现在11分钟的时间，但是核心位置，一诺的经济没有很高，7500。毕竟这把是有过阵亡的，而且野区一直在被压。老虎是可以去带边线补点经济，但是艾琳这个点是不敢带，只能等人把线送进来吃。AG 想要拖一手大后期，看看大不侠能不能加快一下节奏。现在压不进去，可以直接开个主宰，然后控一下3线。这波3线一定要控好，控好3线之后，用这条主宰还是可以很容易推掉 AG 一座高地的。红区控完控蓝区，蓝区控完控红区，现在 RW 已经把 AG 的野区当成自己的家了。他们这样连续的轮转红蓝区，已经打了4、5波的节奏。除了老虎的经济是跟赵云对位持平的，其他差很多。金羽使用赵云反野个数11个，反野经济1437。朱烈拍3个退回来，盾山修完塔之后钻出来，还是被 RW 推掉了这个下路高地塔。RW 推完就走，绝不恋战。等下一波龙团再打。因为此时此刻的 AG 的野区也刷新了，所以 RW 赶紧回头把 AG 的野区全部吃掉。这波抓住了长生的不知火舞，然后将不知火舞完成了一波击杀。这样的话，造了个 AG 的减员之后，中路这波龙兵可以继续压了。龙兵运进去，苏烈可以先卖。是的，赵云一个大招砸一下，苏烈再给一拍，但大招没有能够拍到裴擒虎，被裴擒虎拉扯了开来，风筝了一波，打出了被动，队友赶紧过来点灯，点完之后安琪拉给了个2大，滋一波应该是能击杀轩辕，白起也倒地。完波锋芒毕露 ，RW 再破一座中路高地之后再转上路，上路有一个龙兵，后面还有一波兵线。金羽的赵云已经过去推了，14分钟不到，3高全破，可以尝试先打一波。是，因为现在 AG 处于一个持续掉点的状态，而他们又退了，哇，这真是一点机会都不给啊！马上要3秒之后刷龙，稳了一手，没有尝试去打一波5打4，快速 run 龙。拿完暗影暴君再打，可以留人了。闪现被躲了，没拍到。戈亚小鱼上去，但是这波走位躲掉傲慢嘲讽，然后紧接着队友跟过来，直接把大帅和轩辕控在了原地，一波集火进行秒杀。狂点过去给了个拍，不之后残血被打回了泉水，还想给了个2闪打残，老虎过来啃一口，让冉翔和一诺2个人集火带走了晚末。但是冉翔出去之后也没法回来了，有一个兵线被护着，没有办法清掉。让我们恭喜济南 RW 侠拿下第1局。这2个队伍不论什么时候在一起打，你都不能以他们之前的战绩来去评判他们。从25年的春季赛到刚刚结束的26年的挑战者杯，皆是如此。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评论区有什么想说的。哇，今天的2W 侠整体很不一样啊！你看第1局他们在决策的执行上也非常的坚决，而且该撤的时候也是撤得很快。对，今天 RW 在整个的转线运营2线打得很坚决，一点都不拖泥带水。对，这一点我觉得确实我们赛前也在讲，他们在之前的比赛